嗨，大家好，我是晚风。经验了这个夏天的陈情令，相信你一定没有错过。有时我在想，爱着陈情令的我们，到底在爱什么？是以肖战和王一博为代表的一众小哥哥的声势美颜，是李海先生荡气回肠的配乐，还是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亦或是匠心满满的服装盗画，或许都有，但我相信更多的是陈情令对于情与义二字的深刻探讨。说到义字，就不得不提到陈情令中的两位翩翩少年郎魏无羡和蓝忘机。纵观全剧，魏无羡对于义的定义一直都非常主观而明确，愿一生除奸扶弱，无愧于心。他为报姜氏养育之恩，剖金丹于江城，为各世家弟子挺身而出，反抗嚣张跋扈的温朝，为匡扶正义，与天下仙门共同讨伐温氏，也为维护温氏老弱妇孺，又公然与天下仙门为敌。魏无羡所追求的义是绝对公允与纯粹的，是毫不妥协的，是不被任何门派、礼教、立场所左右、所束缚的。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我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这份义甚至带着份宁为玉碎的决绝，即使明白江城所说的你保温家，我就保不了你，即使明白公然对抗仙门百家的代价，魏无羡依旧选择脱离姜氏，与温情一族站在一起。因为清醒，所以坚持；因为懂得，所以无悔。你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你若执意要保他们，我就保不住你。保不住我，就弃了吧。弃了吧。是非在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面对世间纷纷扰扰，魏无羡以一颗最至纯至善之心，守住了自己最初的誓言和真正的侠义正道。有道是，异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蓝忘机，姑苏蓝氏的蓝二公子，当真是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性格清冷，少言寡语，看似拒人于千里之外，实则在清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与魏无羡一样炽热的对于道义的不懈求索之心。然而不同于魏无羡的决绝，出身名门望族，更是仙门世家道德楷模的蓝忘机，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矛盾与挣扎。当魏无羡集邪祟之气修习鬼道时，他问兄长蓝曦臣，世上之事是否都有定规定法？穷其道雨夜，蓝忘机曾问魏无羡，可知此一去便是真正的离经叛道，不容回头。当魏无羡反问离哪本经，盼何方道时，蓝忘机挣扎了。魏无羡的行事作风
与传统的教义和仙门的规范处处相悖，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侠义之举。如今拥立金氏，当真是践行他们誓死相守的诺言，到底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当亲眼目睹金氏的残暴统治，仙门世家的虚伪矫作与颠倒黑白，蓝忘机这个魏无羡口中的小古板，却一点也不古板迂腐。他清醒的旁观判断，最终勇敢地跳出了仙门世家伪善的道德桎梏，坚定地选择了魏无羡所坚守的侠义正道，同魏无羡站在了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夜天，蓝忘机救魏无羡脱身后，可以公然与蓝氏族人拔剑相向，又在领受33条戒鞭惩罚时，可以坚决地反问：敢问叔父，孰正孰邪，孰黑孰白？敢问叔父，孰正孰邪，孰黑孰白？好啊，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故事的最终，蓝忘机成为了人人敬仰的含光君。有匪君子，肇事如珠，警行含光，逢乱必出。而说到情字，蓝忘机和魏无羡之间的惺惺相惜、相知相交，则触动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当今天的我们面对友情、亲情、爱情，开始小心翼翼地计算着付出与回报，谨小慎微地为自己留下余地与退路。是为知己者死，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大概已成为我们最为陌生的字眼，甚至是最不切实际的笑话。我有悔。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爱情与婚姻变成了各取所需的等价交换，忘羡的感情就更让我们感动。在忘羡之间，我们似乎从来不用担心那些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的出轨、劈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心的平和与默默的守候。那份无需言语的心意相通，毫无保留的相互信任，不计代价的苦苦坚守。问龄13载，等一不归人。忘羡大概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才是这繁华世界最纯粹又最奢侈的感情。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以至于剧终了，我们依旧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不管是微博粉丝破100万的博君一笑，还是占山为王，无非是在现实生活中苦苦寻觅不到出口的人们，将对这份美好情感的所有想象投射在了演员身上，何其正常，又何其无奈。此后种种是是非非，大可不必多想，也无需计较，因为蓝忘机和魏无羡依旧在，依旧曾经或仍在感动着我们。南辰，你不用如此，这种情况我早就已经习惯了。一条独木桥走到黑的感觉，确实不差。冷战呀，冷战。永远难忘那个镜头，姑苏城外孔明灯下，当魏无羡许下愿我一生除奸扶弱，无愧于心的誓言，蓝忘机不禁看向身边这位恣意洒脱的少年。愿我魏无羡能够一生除奸扶弱，无愧于心。而这一看，一生都再也无法一看如光。
光线一曲，曲终人不散。这个大千世界纷繁复杂，此去经年，前路更是千难万险。只愿你我仗剑归来，依旧少年。